以为你飞起来。注意看，中国小伙为何情绪失控如此愤怒？哪怕违反比赛规则，也要坚持将老外扔出擂台外。原来是俄罗斯大力士米哈伊尔实在太狂妄，不仅骂骂咧咧走入比赛现场，还在赛前表示自己是战斗民族中的精英存在，一定可以亲手将中国选手打进棺材里。当然，米哈伊尔目前在自由搏击领域拿到了8战7胜的战绩，这也是为什么他敢如此大言不惭的原因。哪怕在介绍期间，米哈伊尔还在恶狠狠地瞪着台下观众们，仿佛如果没有工作人员，他一定会将在场的中国人生吃活嘎才可甘心。殊不知，本次登台迎战的就是山东省的散打猛将郑兆玉。郑兆玉自幼学习传统武术，拥有极高的武术天赋，偶然的机会开始进军散打擂台，不仅仅在擂台上击败世界冠军，哪怕百胜泰拳王郑兆玉都秉持着照打不误的原则。自此，米哈伊尔赶赛前公然威胁中国运动员，这简直就是厕所里点灯。所以今晚的比赛，郑兆玉一定会将怒火发泄在擂台上。好了，废话不多说，让我们看看今晚2位选手的表现如何。随着裁判一声令下，比赛正式开始。红色短裤就是中国选手郑兆玉，黑色短裤就是俄罗斯选手米哈伊尔。职业初期的米哈伊尔是一位拳击运动员，只是因为时代的改变才决定转战自由搏击，所以在拳法上米哈伊尔给予了极大的压迫感，就是为了履行诺言将中国选手击败 KO。 郑兆玉则是向后撤离，以防守反击为主要战术。俄罗斯上来就是猛攻啊！这一方面呢，也是一种心理战，就是3板斧，所谓的下马威。其实刚才霍里菲尔先生也在讲，刚才在看到他场地边的热身，包括他的走动，包括他的眼神，非常典型的俄罗斯式的运动员，就像饿虎一样。我们讲的咄咄逼人呢，就不过如此吧。转身边锤，看来他这个打法呢，还是确实很颇具一些个性化的一些风格。OK， 开始，开始，尽量避免一些无谓的搂抱。开始。没想到米哈伊尔打法如此凶猛，不留余地，完全就没有把郑兆玉这位年轻小将放在眼里，不停的进攻也让郑兆玉措手不及。好在郑兆玉精通散打战术，可以在中远距离进行对峙。不过如果接下来的比赛米哈伊尔还是继续猛打猛冲，那就别怪接下来的比赛郑兆玉心狠手辣，不留情面了。应该是在上肢做出的不得分，但是把对方的比赛节奏进行了干扰和压制。Change the speed of the game。漂亮！打得非常的干净。那个 Black 的 punch is really heavy, yeah. He's strong too. 黑方的重拳非常的重。He ain't got to go to the body though. 而且我们看这个风格，就作为俄罗斯选手啊，他在攻击对方的时候，他打完拳之后呢，对对方的颈部有一个控制。比赛来到第2回合，原以为1回合的猛打猛冲或许会让米哈伊尔减缓攻势，可是这时候的米哈伊尔还如同发疯的野兽，不停地进攻郑兆玉的内围。虽然郑兆玉也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拼打型选手，可是架不住米哈伊尔这种拼命打法。于是郑兆玉开始与米哈伊尔展开中远距离游击战术，尽量避免在对峙期间丢失比赛点数。I think that's what he's looking for. So much stronger physically. I think that one shot gonna get him. 因为我刚才在问说，可能看到两边的拳都打得很重，会不会有一下非常重的重拳就可能打倒对方或者 KO 对方？会比如说先生，这可能就是现在这俄罗斯选手，就是他希望找到这样的一个机会，就一下解决战斗。但是我倒是觉得呢，可以跟霍利菲尔德先生讨论一下，就是说看起来用的很大的力量，
有时候未必能打出很好的效果。我们发现有些选手打得很轻松，可是呢，有时候效果会非常显著。这应该有什么要点呢 So a lot of people, they throw the really heavy punches, but they didn't get to the point. So do you think that they should getting better quality, the punch? The boxer, Headbutt. 他有个头出的时候用头，对。黑方把红方逼到了这个角，而且黑方到现在为止，比赛已经过去了一大半，米哈伊尔无穷的体力可是让郑兆玉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不过郑兆玉貌似已经摸清楚了米哈伊尔的进攻节奏，在游走期间就已经打出多次精准命中。米哈伊尔或许可以一直猛攻不肯停手，郑兆玉也可以抓住对方的防守空档，那样才能更好的扩大比分，拿下胜利。从年龄上看呢，我们看到说作为蓝方选手啊，他年纪要稍微大一些，所以从体能储备上，他应该这个对方要略逊一筹。对方给接腿，但是我们看他效果没有做出来。他刚才已经有了个抹脖，但是腿的地方没有像一个反向的一个顺的一个化解。我倒是觉得现在这个从黑方选手的这个命中率好像有所下降。比赛来到第3回合，郑兆玉终于忍不住的实战违规打法，直接将米哈伊尔扔出擂台外。虽然裁判对郑兆玉发起了口头警告，可是两位选手依旧是大眼瞪小眼，谁都不服气。如果不是郑兆玉的抗击打惊人，说不定真的会在前2回合翻车。可是接下来郑兆玉开始发挥全力，米哈伊尔的莽夫打法也无法起到很大作用。Think he need a knockout to win.The Russian guy 啊，现在从霍里芬的先生讲，他可能就需要一个 KO 了，一个重拳的 KO， 否则的话，如果打不倒红方选手，他可能从点数上就要失败。所以我们也说，就是形式上看呢打得很热闹，可是效果上呢到底怎么样？我们看到是红方呢更善于利用自己的技术，掌握场上的主动权。其实从整个第2回合的整个有效击中点来讲。It's a very physical game. The Chinese guy showed that he got hard. He got hard. 这 He bagging back. 用霍里芬来讲，中国的孩子表现出更有心计，而且他更有智谋。所以我们打比赛呢，是用全部身心去打比赛。1-1. It's a physically and mentally well prepared game. Yeah. So it don't go by looks. Right? 从他的解读更加好，他说你不要光看他块儿大啊，不能光看外表。我们有一句哲学用语叫透过现象看本质啊，对。So the Russian fighter build up the upper body more like even bodybuilders. Yeah, nice physique. Yeah. 其实从俄罗斯选手来讲，他上肢好像看着就是我们讲更像一个健美的搞健美。这个战术是对头的。最后公布比赛结果，根据评审一致判定，郑兆玉通过比分获胜。大家认为今晚2位选手的表现如何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们下期再见。